即时报》。大家好，欢迎关注新闻即时报，我是小兰。我们来看看中国洪灾的消息。那么连日暴雨以及长江泄洪，导致安徽巢湖长江一级支流楚河持续超历史最高水位，楚河坝堤爆破泄洪，淹没了大量的农田。巢湖流域多处是开闸泄洪，也导致附近多个乡镇被淹。很多店家他们因为来不及收拾，损失惨重。而湖北恩施因为洪水而引发了内涝，百姓们没有水吃。就在中国27省市遭遇严重洪灾的时候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去视察洪灾，反而却跑到闹干旱的吉林省考察农业，是怎么回事呢？在7月21号，巢湖中庙站水位已经达到了13.36米，超过历史水位。巢湖流域多处开闸泄洪，也导致环湖、槐林镇、高林镇等等镇灾情严重。洪水呢淹没了1层楼，很多商家的物资和店铺都被洪水浸泡，损失很严重。有一家卖冻货、粮油还有调味品的店主刘先生，他就对媒体说，政府泄洪呢是在7月19号的凌晨，人们都没有得到通知，否则呢也不会受灾这么严重。刘先生说呢，他的店里的水深最深的时候曾经达到2米，店里根本进不去。就在7月23号的白天，水位是退了不少，水位退到他胸部的位置，他才亲自划着船进去救出了一些物资。那么目前呢，他自己预计呢损失最少10几万元。刘先生表示，他们镇呢被淹的面积达到60-70%，镇中心最繁华地带的3个大超市全部被淹。泄洪之前，政府没有通知民众，如果提前3个小时通知，大家都有车，有些东西可以直接装车带走。另一位村民张玉，他对媒体表示，在7月18号晚上，政府开闸泄洪，当局完全没有通知民众，在7月19号就淹水了。到7月20号，水呢已经达到最深2米。到7月22号，虽然不怎么下雨，但因为政府在上游泄洪一直放水，所以水位基本上快涨到3米了，直逼2楼，1楼呢已经是全部被淹。另外，湖北恩施市是在1周前呢发生了严重的内涝，在之后因为山体滑坡波及到水厂，全市已经停水4天了。7月23号，有网友发布视频显示，恩施市街区上一台送水车，车身上竟写着吸粪车，车旁边很多人还排着队等待取水。当地市民表示，救援车送的水他们不敢喝，都是买桶装水或者是自己找水源。还有网友发消息说，恩施市缺水，1桶水呢被卖到28元，老百姓只能去各地找水源。当地市民还表示，政府说呢要停水10天，因为超市都被淹了，水还有菜价等等日用品的价格在上涨。7月17号，长江支流清江因为暴雨再加上上游水库泄洪，也导致湖北恩施市严重的内涝，市内的交通、水电还有网络等等设施都受到严重的破坏，1楼店家和住户是损失惨重。7月21号，清江上游山体滑坡而形成了堰塞湖，水厂呢也受到波及，全市停水。有现场视频就显示，民众提着水桶大排长龙等着接水。湖北恩施农村的灾情也十分惨重，很多房屋进水，房子被洪水冲走，有的房屋倒塌，大面积农田被淹绝收，很多农民已经是一无所有，生活困难。就在中国南方遭遇洪水袭击一片汪洋的时候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去视察洪灾，反而是跑到闹干旱的吉林省考察农业。有分析就说，南方产粮区被淹，习近平呢到东北产粮地视察，也凸显了政府面临粮食危机的困扰。也有人说，习近平这次出行特别参观了四平战役纪念馆，是否是想与美国血战到底呢？中共党媒报道，习近平呢是在7月22号到吉林省考察调研。在官方发布的视频当中，习近平呢他站在玉米地旁边对村民说，东北太重要了，在战争年代，只要中国有了东北，中国革命就有了稳固的基础。有分析就认为，习近平这次出行可能是想确认下半年东北粮食产量。因为6月份以来，中国南方遭到了特大的洪灾，当局为了保证城市，炸堤放水，把南方产粮区都给淹了，粮荒已经成为现实。还有人分析认为，
习近平考察东北产粮区，好像有备战备荒的用意。习近平除了了解粮食生产情况，那么也有网友说，习近平这次去吉林，一是说明今年粮食是个问题，二是可能为爆发战争做准备。那么目前中共因为隐瞒疫情，对香港强行实施国安法，也激起了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反攻浪潮。中共呢正在被国际社会孤立，经济上陷入了困境。习近平在7月21号一露面就召开了企业家座谈会，并宣布呢中国经济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。那么外界也认为习近平这是要闭关锁国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即时报的新闻，我是小兰，我们明天再见。